老唔老，照顧者壓力，計劃未來。黃女士同75歲嘅媽媽同住，媽媽患有認知障礙症同埋糖尿病。黃女士係主要嘅照顧者，兄弟姊妹每個月會一齊俾生活費，但唔得閒照顧媽媽。近年媽媽嘅病情日漸嚴重，行動困難同埋有幻覺，有較多行為同埋情緒問題，同時失去自理能力。而且媽媽因為進食困難同埋患上嚴重肺炎，需要多次入住醫院診治，身體變得越嚟越虛弱。醫生建議使用鼻胃管餵食。黃女士冇諗過媽媽嘅狀況會急速轉變，原本以為自己可以喺屋企照顧好媽媽，但而家呢個情況令到佢感到非常吃力。兄弟姊妹各自有唔同嘅意見同埋批評，令佢難以面對，感到照顧壓力非常嘅沉重，更影響黃女士嘅情緒同埋生活質素。照顧嘅路係漫長嘅，亦都會有機會遇到唔同嘅挑戰。照顧者如果可以預早了解病情嘅發展同埋之後嘅情況，預計可能發生嘅問題，規劃未來，照顧嘅路上就更加得心應手啦。預早計劃嘅好處，盡早安排照顧計劃，更容易掌握未來嘅照顧方向，減少焦慮同不安，免卻爭論。預早溝通，同屋企人較易適從同埋達成共識，能夠跟從被照顧者嘅意願，作出符合照顧需要嘅計劃。有充裕嘅時間，選擇最好嘅給你所愛嘅人，增進家人之間嘅了解，減少作出照顧決定時嘅困難同埋壓力。咁應該點樣計劃呢？了解被照顧者嘅意願，尊重被照顧者嘅意願同埋選擇，了解未來嘅照顧方向，向醫護人員了解病情同埋預計之後嘅情況，與被照顧者同埋其他屋企人共同商討照顧同埋治療嘅模式，避免爭拗，共同作出符合照顧需要嘅計劃。認識預設照顧計劃同埋預設醫療指示。預設照顧計劃係指患有嚴重疾病嘅成年病人喺仍然有自決能力嘅時候，同家屬同埋醫護人員透過溝通，考慮到疾病嘅預後、治療嘅利與弊、病人嘅價值觀同埋意願等等嘅因素，嚟商討日後病危時候嘅醫療同埋個人照顧計劃。即使被照顧者已經未能清晰咁表達自己嘅意願，亦鼓勵屋企人同醫護人員溝通，根據病人嘅最佳利益謀求共識。而預設醫療指示係一份書面文件，針對成年病人喺清醒嘅時候同家人同埋醫護人員商討之後，對於接受維持生命治療嘅意願。當病人到生命嘅末段而唔能夠自決嘅時候，喺咩特定嘅情況之下拒絕維生治療？喺普通法嘅制度之下，有效同埋適用嘅預設醫療指示係有法定效力㗎。財務安排，例如平安紙、持久授權書，預早處理財務安排，預算照顧需要嘅支出，屋企人之間有咗共識就可以避免爭拗啦。平安紙或者遺囑，年滿18歲同埋精神能夠自主嘅人士均可以訂立遺囑。遺囑係一份法律文件，列明一個人喺身故之後，其遺下嘅資產將如何分配。持久授權書，持久授權書容許授權人，亦即係病人，
喺精神有行為能力嘅時候，委託授權人，亦即係屋企人，方便日後喺精神無行為能力嘅時候，授權人可以代為處理財務安排。身後事安排，例如喪禮、殮葬嘅儀式。生老病死係自然嘅定律，雖然社會上普遍對於談論死亡有禁忌，但隨住人口老化，我哋面對疾病或者死亡嘅問題更加需要加以關注，有需要為未來照顧嘅歷程做好準備。回顧翻根據黃女士嘅情況，佢似乎就係冇足夠嘅支援同埋資訊。如果佢能夠預早同屋企人同埋醫護人員商量，並且制定照顧計劃，佢嘅護理歷程可能會更順利㗎。所以如果你係照顧緊人嘅話，請你唔好再等啦，而家就行動啦！如果想獲得更多免費嘅護老資訊，就記得嚟我哋網站、Facebook 專頁同埋 YouTube 頻道睇下啦。喺走之前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